在秦汉之交的乱世洪流中，吕雉以女性之身冲破时代桎梏，从沛县乡野的寻常妇人，一步步跻身西汉王朝权力核心，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临朝称制的女性统治者。她的一生与秦帝国的崩塌、楚汉相争的烽火、西汉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深度绑定，既有普通女性在苦难中的隐忍与坚韧，更有政治强者在权力棋局中的果决与狠戾。从随父迁居沛县，到刘邦去世后以皇太后身份执掌朝政，吕雉前半生的轨迹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人逆袭，每一步选择背后都映照着汉初权力结构的变迁，皇权如何从松散的功臣共掌走向集中，外戚势力如何借由宗法关系崛起，宗室与功臣又如何在制衡中角力。可以说，读懂他成为太后前的人生历程，便等同于读懂了汉初权力博弈的复杂脉络，看清了一个新生王朝在动荡中站稳脚跟的底层逻辑。吕雉的人生转折点始于一场因家族避祸而起的迁徙。早年的吕雉随父亲吕公居住在砀郡单父县，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后来吕家因与当地豪强结下深怨，为避祸自保，吕公不得不带着全家投奔时任沛县县令的旧友。当时的沛县，今江苏省徐州市，虽只是秦帝国版图下的一座普通县城，却因地处泗水郡要冲，兼具水陆交通之便与商贸活力，自然而然聚集了不少地方官吏、市井豪杰与流亡之士。后来成为西汉开国皇帝的刘邦，便是当时沛县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吕公迁居沛县后，为答谢县令的收留之恩与乡邻的关照之情，特意摆下乔迁宴席。宴席上，主力萧何负责统筹宾客座次，还特意定下贺礼不足千钱者坐堂下的规矩，以此区分宾客身份，彰显宴席规格。时任沛县亭长的刘邦，虽家境贫寒，无力备下厚礼，却素来好面子，善交际，竟当众谎称贺钱1万，而后大摇大摆地闯入宴会厅。吕公素来擅长相面，见刘邦身材高大魁梧，眉宇间自带一股异于常人的豪迈与英气，当即认定他绝非池中之物，未来必有大作为。即便萧何在旁低声劝阻，提醒吕公刘邦常说大话，没什么真本事，不必当真，吕公仍不为所动，甚至决定要将女儿吕雉许配给刘邦。这桩看似不合常理的婚事，遭到了吕公妻子吕媪的激烈反对。在吕媪看来，沛县县令对吕家百般示好，家境殷实，还能为家族提供庇护，才是女儿的良配。而刘邦不过是个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亭长，且此时刘邦年龄已经40有余，根本无法给女儿安稳生活。但吕公心意已决，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吕雉遵从父命，嫁入了刘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场看似偶然的婚姻将他卷入了秦汉变革的时代漩涡，从沛县乡野的寻常日子，到后来伴随刘邦征战天下的风雨，这段婚姻早已为他日后跌宕起伏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嫁入刘家后，吕雉便褪去少女青涩，以超乎寻常的坚韧挑起了家庭重担。彼时刘邦虽任沛县亭长，却整日流连市井，游手好闲，既不参与田间农事，还常到酒肆赊酒取乐，日积月累，欠下不少债务，将养家的责任全然丢给了吕雉。面对这样的丈夫，吕雉没有抱怨或退缩，而是默默承担起所有，一边悉心照料年幼的子女，甚至需要照顾刘邦与外父所生的庶长子刘肥，一边到田间耕种。
将家中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份勤劳与坚韧，不仅让一家人得以维持生计，也让他在沛县乡邻中赢得了贤妻的口碑。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为这段岁月记录下一则颇具传奇色彩的轶事。某天，吕雉正带着子女在田间劳作，一位过路的老人因口渴前来讨水。他见老人面带疲惫，不仅慷慨地上饮水，还取出随身携带的干粮热情招待。老人吃饱喝足后，主动提出为吕雉与子女看相，端详片刻后不禁惊叹：夫人与子女皆有大贵之相，未来必定富贵无忧。刘邦归来后，听闻此事，心中好奇，连忙循着老人离去的方向追赶，追问自己的面相如何。老人仔细打量他一番，又结合此前对吕雉母子的判断，语气笃定地说：您的生相更是贵不可言，夫人与子女的富贵都是因您而来啊。这番话在当时听似虚无缥缈的空谈，却悄悄为日后刘邦起兵反秦埋下了天命所归的舆论伏笔。而吕雉也在潜移默化中意识到，丈夫的命运或许真的与常人不同，这份认知也成为她后来面对动荡时局时的重要精神支撑。老人贵不可言的预言尚未消散，时代的洪流便已将吕雉的生活卷入动荡，刘邦命运的不同也随之显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逝于沙丘平台，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遗诏，拥立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胡亥的统治比秦始皇更为残暴，不仅延续了繁重的赋税徭役，还加重了严苛的刑罚，百姓被压迫得苦不堪言，早已潜藏的社会矛盾被彻底激化，秦帝国的崩塌已近在眼前。也就是在这风雨欲来的时期，刘邦作为沛县亭长，奉命押送本地义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建陵墓。可刚出沛县不久，义徒便因不堪忍受长途劳役与严苛管制，纷纷趁机逃亡。刘邦心里清楚，按照秦律，义徒逃亡率超过一定比例，押送官员也要被处死，与其到骊山领罪，不如放手一搏。于是他在丰西泽停下脚步，当着剩余义徒的面，亲手解开他们的枷锁，宣布将所有人释放。随后他带着愿意追随自己的10几名义徒，藏匿到芒砀山，今河南省商丘市的山泽岩穴中，成了官府全力追捕的逃犯。丈夫的逃亡让留在沛县的吕雉瞬间陷入灭顶危机。按照秦律，逃犯的家人需连坐受罚，很快就有狱吏上门逮捕吕雉。狱吏见吕雉孤身无依，竟起了轻薄之心，对她百般刁难。万幸的是，曾担任沛县狱吏与刘邦素来交好的任敖，得知吕雉被欺辱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他手持棍棒冲入牢房，将那名轻薄吕雉的狱吏痛打一顿。任敖的出手相助，不仅让吕雉免于羞辱，更让他在困境中深刻体会到人脉的重要性。关键时刻一句旧情，一次援手，便能扭转处境。这份早年的恩情也成了后来任敖坚定追随刘邦的原因之一。而吕雉掌权后也没忘记这份善意，对任敖多有提携，让他从普通官员逐步升至御史大夫，成为朝堂重臣。即便身陷囹圄，吕雉对刘邦的支持与连结也从未中断。待危机稍缓，她便多次悄悄前往芒砀山探望丈夫，且每次都能精准找到刘邦的藏身之处。对外，她则巧妙编织了一套说辞，说刘邦所在之处常有祥瑞云气环绕，顺着云气指引，便能寻到他。在当时的社会认知里，圣人所致，祥云赋之事深入人心的共识。吕雉这番话绝非随口编造，
他实则是借天命之名，将刘邦从官府通缉的逃犯悄悄塑造成受上天眷顾的潜在领袖。这一说法在沛县子弟中迅速传开，不少人本就对秦的暴政不满，又深信云气是赵的寓意，纷纷主动前往芒砀山归附刘邦。这些自发聚集的力量，为刘邦日后起兵反秦积累了最初的人脉与民心基础，也让他在沛县一带的声望悄然攀升。而此时的秦帝国早已如风中残烛般摇摇欲坠。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像一道惊雷，瞬间击穿了秦廷的统治权威，点燃了天下反秦的怒火。六国旧贵族趁机复国，民间豪杰纷纷举兵响应，整个天下陷入自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沛县这座小城自然也被卷入时代的巨澜之中。乱世之中，刘邦此前积累的声望与人脉恰好派上用场。他凭借云气是赵的民间认同，以及早年在沛县与萧何、曹参等人结下的信任，在众人的拥戴下自立为沛公，正式踏上反秦之路。此后近4年的时间里，刘邦常年率军在外征战，从攻略周边郡县到挺进关中，势力不断扩张。而吕雉与子女则始终留在沛县，由刘邦的舍人沈亦基负责照料。这段分离岁月对吕雉而言是独自支撑家庭的艰难时光，他既要应对战乱带来的粮荒劫掠，守护家人的安全，又要暗中留意刘邦的动向，为他传递家乡的消息。而对刘邦来说，这却是势力快速崛起的关键阶段。他从一名沛县义军领袖，逐步成长为手握数万兵力，足以与项羽分庭抗礼的诸侯。公元前206年，他率军攻破咸阳，秦王捧着传国玉玺出城投降，存在仅15年的秦帝国正式灭亡。然而，这份胜利的果实很快面临挑战。不久后，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驻咸阳，他不仅下令焚烧宫殿，屠戮关中子弟，还自立为西楚霸王，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分封18路诸侯。刘邦因实力不及项羽，被封为汉王，定都南郑，今陕西汉中，仅管辖巴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同年8月，刘邦在韩信的建议下，决定打破困局。他采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汉军凭借奇袭优势，迅速击败章邯的军队，重新夺回三秦地区，今陕西中部，终于在关中站稳了脚跟。随后便任命将军王熙、薛欧率军出武关，计划绕道前往沛县，将刘太公、吕雉等亲人接到南郑。可这支队伍刚出武关，就遭到项羽军队的猛烈阻截，汉军寡不敌众，接亲计划彻底失败。吕雉与家人依旧被困在沛县，只能在战乱中继续等待团聚的机会。不过，此时的吕雉虽与丈夫相隔千里，她的家族却已深度融入刘邦的军事集团。2位兄长吕泽、吕氏之都以烈将身份跟随刘邦征战，成为军中重要将领。其中，吕泽的战功尤为关键，他不仅率先率军收复战略要地砀县（今安徽砀山），为刘邦稳固了东部据点，既保障了汉军的粮草供应，又能牵制项羽的东部兵力，成为刘邦与项羽对抗的缓冲地带。后来刘邦兵败彭城，数十万大军被项羽击溃，他仅率数十骑逃亡。正是依靠吕泽在当军组建的2万余精锐兵力，才得以在荥阳重整旗鼓，与项羽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吕泽的赫赫战功，也成为后来吕雉能突破后宫限制，依托家族势力干预朝政的重要资本。
公元前205年，吕雉的人生迎来了一场足以颠覆命运的凶险变故。这一年春天，刘邦以整合三秦兵力，率领56万大军浩荡东出函谷关，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攻克了西楚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攻克项羽的核心据点后，刘邦彻底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骄傲轻敌之心渐起。他不仅没有加强城防戒备，反而在彭城大摆庆功宴，整日与部将饮酒作乐，全然没意识到危险正悄然逼近。他不知道，远在其地的项羽已得知彭城失守的消息，当即抛下对其地的战士，亲率3万精锐骑兵，日夜兼程，火速回援。项羽深谙用兵之道，并未正面强攻彭城，而是率军绕至彭城西侧，趁清晨汉军熟睡，防备最松懈之际发起突袭。毫无准备的汉军瞬间陷入混乱，士兵四散奔逃，死伤人数超过10万，睢水为之断流。混乱之中，刘邦仅带着几十个亲信骑兵突围逃走。逃亡途中，他本想绕道沛县将吕雉等人接走，却在半路得知楚军已抢先一步前往沛县搜捕他的亲属。此时的沛县早已乱作一团，吕雉与家人在战乱中被迫分散，与刘邦彻底失去了联系。另一边，刘邦在逃亡路上意外偶遇了失散的刘盈姐弟，他急忙将2个孩子抱上马车同行。可楚军的追兵紧追不舍，马车因承载重量大而行驶渐缓，刘邦为减轻车重，加快逃亡速度，竟狠心将刘盈姐弟多次推下车。幸得太部夏侯婴于心不忍，每次都不顾刘邦的怒斥，停车将孩子重新抱回马车，刘盈姐弟才得以保住性命。在与刘邦的仓皇逃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雉命运的彻底沉沦。他与刘太公、沈亦基在乱军中寻找刘邦时，不幸被楚军俘获，从此开始了长达2年多的人质生涯。这段囚禁岁月中最令人窒息的时刻，是项羽为逼迫刘邦投降，将刘太公置于砧板之上，扬言烹杀。而刘邦竟回应：我父今你父，若主他，望分我一杯羹。这番将政治博弈置于亲情之上的冷酷回应，虽是其枭雄本色的体现，却让在楚营中朝夕面对屠刀威胁的吕雉深刻体会到了何为彻底的绝望与无助。在楚营的每一天，他都活在真实的死亡阴影下，不仅要目睹项羽对俘虏的随意虐杀，忍受楚军士兵的轻蔑与刁难，更要在丈夫这番看似洒脱实则无情的表态后，独自承受那份被当作政治筹码的屈辱与心寒。楚营的囚禁生活持续了2年多，吕雉在恐惧与煎熬中等待着转机，而这转机终于在公元前203年到来。此时楚汉之争的局势已悄然向刘邦倾斜。项羽一方面要应对彭越在后方的游击骚扰，粮草运输屡屡被截断，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韩信的军事压制，前线战场接连失利，逐渐陷入兵疲粮绝的困境。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项羽不得不主动向刘邦提出议和。双方最终约定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一带）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的土地归汉，以东则归楚，这便是后世楚和汉界的由来。作为议和条件之一，项羽承诺放回被扣押的刘太公、吕雉等刘邦家属，以此换取双方暂时的和平。同年9月，吕雉终于走出楚营，结束了漫长的囚禁生活，重新回到刘邦身边。然而，这份久别重逢的喜悦很快被现实冲淡。吕雉敏锐地发现，丈夫的身边早已没了自己的位置。
此时的刘邦身边多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戚姬。戚姬不仅容貌出众，还擅长歌舞，尤其精通刘邦喜爱的楚舞，很快便深得刘邦宠爱，两人几乎形影不离，甚至在刘邦前往关东征战时，戚姬也常伴其左右，而吕雉则被留在后方，再次体会到被冷落的滋味。更让吕雉在意的是，戚姬已为刘邦生下儿子刘如意。这个孩子自幼聪慧机灵，性格豪迈果决，与刘邦极为相似，因此更得刘邦偏爱。刘邦时常在众人面前夸赞，言语间对刘如意的喜爱毫不掩饰。看着戚姬与刘邦的亲密互动，听着刘邦对刘如意的频频称赞，吕雉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对丈夫移情的失落，更有对自身与儿子刘盈未来处境的隐忧。这份前所未有的情感冷落，也为日后后宫与楚魏的争斗埋下了伏笔。鸿沟一河的墨迹尚未干透，刘邦的心中已生出新的决断。在张良、陈平的劝说下，他清醒地认识到，楚和汉界不过是双方暂时的妥协。项羽此时虽兵疲粮绝，但根基未灭，多给他喘息之机，重整旗鼓，必将成为日后心腹大患。于是刘邦不顾盟约约束，果断下令撕毁协议，率领大军追击正在东撤的项羽。楚汉之争的最后决战就此打响。这场追击战最终在3个月后迎来终结。刘邦联合韩信、彭越等诸侯兵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将项羽的残余军队团团包围。汉军以10面埋伏之势切断楚军退路，又以4面楚歌瓦解楚军军心，项羽陷入绝境。最终，这位西楚霸王在乌江岸边自刎而亡。历时4年的楚汉之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画上句号。天下初定后，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登基大典上，刘邦册封吕雉为皇后，立长子刘盈为皇太子。从沛县亭长的妻子，到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后，吕雉的身份完成了质的飞跃，可她并未沉溺于这份荣耀。历经多年战乱与权力博弈的她，比谁都清楚，这份尊荣背后是更为复杂凶险的局面。功臣集团手握重兵，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异姓诸侯割据一方，仍有反叛之心。后宫之中，戚姬凭借刘邦的宠爱觊觎楚魏，时刻威胁着刘盈的太子之位。这每一项挑战都直接关乎他与刘盈的未来命运，也让他明白，想要在这新王朝的权力棋局中站稳脚跟，必须拿出更果断的智慧与手段。登上皇后之位后，吕雉不再仅仅是刘邦的配偶，更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决的手段，迅速在西汉朝堂上站稳脚跟，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手腕。他深知，要在新王朝的权力格局中稳固自身与太子刘盈的地位，家族势力是重要依托。这份需求很快得到了刘邦的回应。公元前201年，刘邦为强化吕氏与刘氏的利益绑定，巩固皇权，单独下旨授予吕雉2位兄长爵位，封吕泽为周吕侯，封吕氏之为建成侯。这不仅意味着吕氏家族获得了封国与食邑的实际利益，更标志着他们正式跻身西汉权力核心。吕氏外戚集团的雏形自此形成，也为吕雉后续参与朝政埋下了重要伏笔。然而，西汉初年的政权危机远未结束。公元前200年，刘邦因匈奴频繁南下侵扰边境，亲率32万大军征讨匈奴，却因轻敌冒进，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被匈奴冒独单于率领的40万骑兵围困。整整7天7夜，汉军粮草断绝，内外隔绝，
刘邦险些丧命，最终还是靠谋士陈平献计，暗中贿赂默读单于的胭脂，才得以脱险。经此白登之围，刘邦彻底意识到，刚经历战乱的汉朝国力虚弱，根本无力与匈奴正面抗衡，遂采纳谋士娄敬的建议，决定以和亲之策换取边境安宁。而和亲的人选，最初定为刘邦与吕雉的长女鲁元公主。消息传到后宫，吕雉深知匈奴之地气候恶劣，风俗迥异，鲁元公主一旦远嫁，恐怕此生再难相见。为此，她日夜守在刘邦面前求情，甚至不顾身份哭诉。吕雉的悲痛与坚决，最终打动了刘邦。刘邦念及父女之情，也考虑到鲁元公主已嫁赵王张敖，强行和亲恐引发朝野非议，最终心软妥协，改选一位刘氏宗室女子，以长公主的名义远嫁匈奴。这场和亲风波看似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守护，实则成为吕雉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它显露了吕雉作为母亲的温情与护犊之心，打破了朝臣对皇后角色的刻板认知；另一方面，更让满朝文武看清了她在皇室决策中的分量。她早已不是那个在沛县乡野中被动承受命运的普通妇人，而是能够以自身意志影响帝王、干预朝政的西汉皇后。其政治影响力也自此在朝堂上正式确立。和亲风波平息后，吕雉在朝堂的立足尚未完全稳固，便迎来了家族与政治上的双重冲击。公元前199年冬天，他在朝堂中最重要的支撑兄长吕泽突然去世。吕泽不仅是吕氏家族中少有的军事人才，他凭借军中威望与朝堂人脉，成为吕雉在权力场中最坚实的后盾。吕泽的离世不仅让吕氏家族失去了一位能掌控兵权的关键人物，也让吕雉不得不独自面对复杂的朝堂局势，行事愈发谨慎沉稳。与此同时，另一场牵涉到至亲的政治风波又将吕雉卷入其中。当时刘邦率军从匈奴战场回师，途中经过赵国，赵王张敖是鲁元公主的丈夫。张敖对刘邦极为恭敬，不仅亲自迎接设宴款待，甚至在刘邦面前执女婿之礼，态度谦卑。可刘邦却因刚经历白登之围的挫败，心情不佳，对张敖的恭敬毫不领情，反而时常出言呵斥，态度傲慢无礼。张敖的臣僚灌高、赵武等人本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性情刚烈，见主公受此轻慢，心中愤懑不平，暗中密谋刺杀刘邦，以洗刷屈辱。不料此事中途败露，刘邦震怒之下，下令将张敖及参与密谋的臣僚全部逮捕，押往长安审讯。一时间，张敖面临谋逆的重罪，性命岌岌可危。吕雉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若张敖被定罪处死，女儿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为此，他多次主动向刘邦求情，恳请刘邦念及翁婿之情与鲁元公主的颜面，对张敖从轻发落。可刘邦正因谋逆之事怒火中烧，不仅没有应允，反而怒斥吕雉妇人之仁，不懂朝政凶险，拒绝再讨论此事。幸运的是，参与密谋的灌高在狱中始终坚守道义，无论遭受何种酷刑，都坚决否认张敖参与谋逆，反复辩白此事全是臣等私下所为，赵王毫不知情，若大王要杀，便杀臣一人即可，切勿牵连赵王。灌高的忠贞与坚韧，最终打动了刘邦，也让朝堂大臣纷纷为张敖求情。刘邦经过反复核查，确认张敖确实未参与谋逆，最终赦免了他的死罪，但仍剥夺其赵王爵位，将其改封为宣平侯。
张敖案的风波虽以张敖改封告终，却意外牵扯出另一段悲剧。在案件的牵连者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便是张敖的美人赵姬。此前刘邦途经赵国时，张敖为讨好刘邦，曾将赵姬献给刘邦。如今因张敖案牵连，赵姬也被逮捕入狱。身陷囹圄的他得知自己怀有龙种，便抱着一线希望，通过沈亦基向吕雉求助，盼着能凭借腹中孩子的身份免于责罚。可吕雉对刘邦后宫妃嫔本就心存芥蒂，早年楚营囚禁的孤寂，戚姬受宠带来的威胁，早已让他对分走刘邦关注的女性充满警惕。如今见赵姬不仅得刘邦临幸，还怀有身孕，嫉妒与不安交织，竟直接拒绝了赵姬的求情。沈亦基虽与吕雉关系密切，但面对吕雉如此坚决的态度，他也因忌惮而不敢再尽力争取，只能眼睁睁看着赵姬的希望破灭。最终，赵姬在冰冷的狱中产下儿子刘长，可长期的牢狱折磨与求助无门的绝望，让他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最终选择自杀身亡。刘邦得知消息后，看着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刘长，懊悔不已，却也无法挽回赵姬的性命，只能下令让吕雉抚养这个孩子。而另一边，赵国王位因张敖被废而空置，刘邦下旨将这个重要的封国改封给戚姬之子刘如意。这一决定无疑是刘邦对戚姬母子的又一次偏爱，也像一根刺扎在吕雉心头。刘如意的封地越重要，意味着他对太子刘盈的威胁越大。至此，吕雉与戚姬之间的矛盾彻底从后宫争宠升级为楚魏争夺，朝堂之上的楚魏之争火药味愈发浓烈。刘如意被封为赵王后，刘邦改立太子的想法愈发明确，不再仅仅是私下流露，而是逐渐摆上了朝堂台面。公元前197年，刘邦在朝会之上公开提及要废除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为新太子。此言一出，朝堂顿时哗然，大臣们纷纷出言反对，其中以御史大夫周昌的反应最为激烈。周昌本就患有口吃，情急之下更是激动得说不出完整的话，却仍涨红着脸高声劝阻。刘邦见他急得满头大汗，说话磕磕绊绊的模样，反而被逗得笑了出来。改立太子的议题也因此暂时搁置。彼时，吕雉正在朝堂东厢房暗中偷听，周昌的每一句话都被他记在心里。退朝后，他特意在宫门外拦住周昌，竟不顾皇后的身份，向他行跪拜之礼，恳切说道：“若不是您今日据理力争，太子恐怕今日就被废除了。”这场朝堂争议让吕雉深刻意识到，仅靠自身力量难以稳固刘盈的地位，必须联合朝臣，争取更多支持。于是他采纳了张良的计策，派人带着丰厚的礼品与诚挚的书信前往商山（今陕西商洛境内），恳请隐居多年的4位贤士商山4号出山，辅佐太子刘盈。这4位贤士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学者，学识渊博且声望极高。刘邦早年曾多次派人携带重礼邀请他们入朝为官，都被婉言拒绝。如今他们却愿意放下隐居生活，公开陪伴在刘盈左右，参与朝政议事。这让刘邦不得不重新审视太子刘盈的号召力与民心所向，此前坚定的改立想法也开始逐渐动摇。事实上，商山4号选择辅佐刘盈，并非单纯因为吕雉的厚礼，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对汉初宗法秩序的维护。刘邦平日里对世人态度轻慢，时常侮辱儒生的作风，本就令天下士阶层心生不满，而废嫡立庶的行为更是直接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核心原则。这种制度是维系先秦至汉初宗法社会稳定的根基，一旦被打破，
很可能引发朝堂派系争斗，甚至天下动荡。4位贤士公开辅佐刘盈，实则是通过支持正统储君的方式，向刘邦传递一个关键信号，使阶层坚定拥护宗法秩序。若他执意废嫡立庶，必将失去整个士阶层的支持。刘邦深知士阶层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性，也明白此时废太子已不再是简单的家事，而是关乎天下稳定的国事。废除刘盈不仅会激化吕氏与戚氏的矛盾，更可能动摇政权根基，失去世人的支持，最终彻底放弃了改立太子的念头。楚魏之争的余波未完全平息，朝堂之上又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陷入动荡。公元前197年9月，赵相国陈豨在代郡（今河北玉县一带）举兵反叛，消息传到长安，刘邦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平叛。这一去，长安的政治中枢暂时失去了主心骨，权力的真空也为潜在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就在刘邦领兵在外，长安守备相对薄弱之际，淮阴侯韩信意外被卷入叛乱漩涡。原来韩信早与陈豨暗中联络，两人约定，待陈豨在前线全力牵制汉军主力时，韩信便在长安城内矫诏赦免刑徒与官奴，组建临时武装，突袭吕雉与太子刘盈，通过里应外合的方式颠覆政权，夺取天下。而韩信的谋反计划因家臣告密而败露，吕雉深知韩信的军事才能，这位曾凭借背水一战、十面埋伏等计谋为刘邦打下半壁江山的兵仙，若真发起叛乱，长安城内几乎无人能敌。若直接下诏召韩信入宫问罪，轻则会被韩信托柄推脱，打草惊蛇；重则可能逼得韩信提前举兵，届时长安安危不堪设想。危急关头，吕雉想到了与韩信有知遇之恩的萧何。当年韩信在刘邦麾下郁郁不得志，正是萧何连夜追回，并在刘邦面前极力举荐，才让韩信得以拜为大将军，施展军事才华。吕雉立刻召见萧何，两人迅速定下诱杀之计，对外散布消息，谎称刘邦已平定陈豨叛乱，正率军班师回朝，传令所有列侯群臣入宫庆贺，以此将韩信骗至宫中。毫无防备的韩信信以为真，依诏前往长乐宫。可他刚踏入中室，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便一拥而上，将他迅速捆缚。面对这位昔日的开国功臣，吕雉没有丝毫犹豫，当机立断下令将韩信斩杀于中室之内。未绝后患，他又下旨诛灭韩信宗族3族。这位曾为西汉立下赫赫战功的兵仙，最终没有战死在沙场上，却殒命于吕雉的权谋之下，成为汉初皇权巩固过程中又一位牺牲者。不久后，刘邦平定陈豨叛乱，率军回师洛阳，刚入城便得知韩信已死的消息。史记中以“且喜且怜之”5个字，精准道尽了他此刻的复杂心境。喜的是，终于除去了韩信这位长期威胁皇权的心腹大患，毕竟韩信的军事才能与过往威望，始终是刘邦心中难以放下的忌惮。怜的是，惋惜这位曾创下诸多经典战例，为西汉打下半壁江山的名将，最终竟未得善终，落得如此惨烈下场。对吕雉而言，诛杀韩信的意愿不止清除一个潜在政敌，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件事向满朝文武展现了自己独立决断的政治魄力，无需依赖远在前线的皇帝，仅凭自身的谋略、对人心的把控以及与萧何等人的朝堂人脉，便能迅速平定一场足以危及政权根基的重大危机。朝臣们自此愈发清醒地认识到，这位皇后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依附丈夫、
操持家务的沛县妇人，而是能在关键时刻独当一面、掌控局势的核心力量。其政治影响力已悄然与皇权深度绑定。这场朱韩事件更像一把利刃，剖开了汉初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尖锐的矛盾。刘邦建立西汉后，异姓诸侯王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形成了功臣共天下的格局。而功高震主的韩信始终是刘邦心中最棘手的存在。刘邦既想消除隐患，又碍于兔死狗烹的舆论非议，担心寒了其他功臣的心，始终不便亲自出手。正是在这种两难的缝隙中，吕雉以皇后的身份填补了空缺，她无需顾忌人君形象的束缚，以强硬手段为刘邦扫清障碍。夫妻二人无形中形成了前台人后、后台铁腕的互补格局。从诛杀韩信开始，这种皇帝唱红脸，皇后唱白脸的模式，成为吕雉处理功臣问题的核心策略。而这一策略也为西汉政权从功臣共掌天下的军事联盟，向刘氏家天下的皇权专制过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推力。他以最小的舆论代价，逐步削弱了功臣集团的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为后续休养生息国策的推行与政权稳定扫清了潜在障碍。诛杀韩信的余威还未在朝堂上完全消散，吕雉的目光已悄然锁定了下一个目标——梁王彭越。事实上，彭越的危机早有伏笔。此前刘邦率军征讨陈豨时，曾多次下诏令彭越率军驰援，可彭越却以患病为由推脱，仅派部将带着少量兵力前往。这种消极敷衍的态度，早已让刘邦心生不满，埋下了猜忌的种子。不久后，彭越又与梁国太仆爆发激烈矛盾，那位太仆担心遭彭越报复，索性连夜逃往长安，向刘邦告发彭越意图谋反。两重因素叠加，彻底点燃了刘邦的疑心。他当即下令派使者突袭梁国都城定陶。毫无防备的彭越还未反应过来，便被汉军逮捕，随后被押往洛阳囚禁。经廷尉反复审讯，始终未能查出彭越谋反的确凿证据，但刘邦仍以有谋反迹象为由，将他贬为庶民，流放至偏远的蜀郡青衣县（今四川名山）。满怀委屈的彭越踏上流放之路，却在途经郑县（今陕西华县）时，意外偶遇了从长安前往洛阳的吕雉。在这位能直接左右皇帝决策的皇后面前，彭越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向吕雉诉说自己的冤屈，反复强调：臣从未有过反心，此次被贬实属冤枉，只求您能在陛下面前美言，让臣返回故乡安度余生，便心满意足。吕雉听完后，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当场应允。他还特意让彭越随自己的队伍一同返回洛阳，承诺会帮他洗刷冤屈，恢复清白。彭越信以为真，满心感激地跟随吕雉折返，却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正一步步踏入吕雉精心设下的死亡陷阱。刚回到洛阳，吕雉便立刻面见刘邦，语气坚决地说道：彭越是骁勇善战的豪壮之士，早年他截断项羽粮道，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虽被贬为庶民，但威望仍在。将他流放蜀地，无异于放虎归山。蜀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彭越若在当地积蓄力量，联络旧部，迟早会起兵反叛，到那时再想平定，恐怕要付出更大代价。不如趁现在彻底除掉他，以绝后患。刘邦本就对彭越心存忌惮，经吕雉这番话点醒，当即改变了此前的决定，同意对彭越痛下杀手。为了让诛杀名正言顺，吕雉暗中指使彭越的舍人尚书、
诬告彭越在流放途中仍与旧部秘密联络，图谋反叛。随后又让廷尉按谋反罪重新审理此案，坐实了彭越的罪名。最终，彭越被判定死罪，不仅本人被斩杀，其三族也遭牵连诛杀。他的首级被砍下后悬挂在洛阳城门示众，以此警示天下诸侯，这便是汉初功臣的又一悲剧。诛杀彭越后，吕雉的震慑手段更显极端，为彻底打消其他诸侯的反叛念头，他竟下令将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用驿站快马分送到各地诸侯王手中，美其名曰让诸侯知晓谋反者的下场。这份血腥的警示让诸侯们无不心惊胆战。远在淮南的英布收到肉酱时，当场大惊失色。他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如今韩、彭二人接连惨死，英布深知自己功高震主，迟早会成为吕雉的下一个目标。恐惧之下，英布不再犹豫，暗中集结兵力，整顿军备，悄悄做好了反汉的准备。后来，淮南国中大夫奔贺因与英布产生矛盾，担心被报复，逃往长安告发英布谋反。早已心生反意的英布见计划败露，索性不再隐瞒，公开举起反旗。西汉政权刚平息的战乱再次燃起。英布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刘邦因早年征战留下的箭伤复发，身体日渐衰弱，甚至10几天不召见群臣。面对紧迫的战局，刘邦最初打算让太子刘盈领兵出征，一来能让太子在战场上历练威望，为日后继位铺路；二来也能避免自己亲征加重病情。可这一提议刚透出风声，便遭到商山4号的坚决反对。他们深知刘盈性情仁弱，威望远不及刘邦的旧部将领，而平定英布的军队多是跟随刘邦征战多年的老将，若让太子统领这些数百倍将领，无异于以洋将狼，诸将必不肯真心尽力，届时不仅平叛无望，还可能动摇太子的地位。在商山4号的提醒下，吕氏之连夜入宫，让吕雉立刻去向刘邦哭诉，挽回局面。吕雉跪在刘邦病榻前，声泪俱下地说道：秦布是天下闻名的猛将，用兵如神，早年随项羽征战便威名远扬，如今朝中众将都是陛下当年的同辈兄弟，让太子去统领他们，谁会真心服从？要是秦布知道太子领兵，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向西进犯，到时候长安都可能陷入危机。皇上您虽然生病，哪怕勉强坐在资车里指挥，众将也不敢不尽力。为了妻儿，为了大汉的社稷，还请皇上再撑一撑啊！这番话既点破了太子领兵必败的现实危机，又以妻儿安危和社稷稳固触动了刘邦的软肋。刘邦本就对刘盈能否稳住局面心存疑虑，听完后只得无奈叹息道：我本就知道这小子不足以担当此任，还是我亲自去吧。最终放弃让太子出征的想法，咬牙决定亲率大军东征英布。确定亲征后，刘邦开始着手稳固后方。他任命太子刘盈为将军，督统关中所有军队，将核心兵权交到刘盈手中，又特意让足智多谋的张良担任太子少傅，辅佐刘盈处理军政事务，协调各方势力。这一系列安排既守住了关中这一西汉根基，避免前线征战时后方生乱，更通过赋予兵权与智囊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刘盈的太子地位，为其未来继位铺路。可惜的是，亲征并未扭转刘邦的病情，反而让他的身体雪上加霜。公元前195年，刘邦在与英布的决战中被刘氏射中胸部，
伤口感染后又引发旧疾，归军途中病情急剧恶化，逐渐陷入生命垂危的境地。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刘邦开始抓紧安排后事，而吕雉则敏锐抓住这一关键时机，多次在病床前追问丞相人选。这不仅关系到刘邦死后朝堂的稳定，更直接决定他能否顺利掌权，推行自己的主张。他先向刘邦问道：陛下100年之后，潇湘国要是不在了，谁能接替他担任丞相？刘邦虚弱地回答：曹参可以。吕雉紧接着追问：那曹参之后呢？刘邦思索片刻，缓缓说道：王陵能接任，但他性子太直，不懂变通，需要陈平辅助他。陈平智慧足够，善于谋划，却缺乏独当大任的魄力，两人搭配正好互补。另外，周勃稳重厚道，虽然没什么文采，但为人可靠，能镇住场面，将来能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他，可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兵权。当吕雉还想继续打听周勃之后谁可接任时，刘邦却摆了摆手，语气带着一丝疲惫与深意，直言：这以后的事就不是你能管得了的了。这番临终前的对话，既是刘邦对西汉政权的最后布局，他通过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的能力互补与权力制衡，试图确保皇权不旁落，朝堂不混乱，同时也暗藏着对吕雉的警惕。他深知吕雉的政治能力与野心，特意留下这样的制衡之局，就是担心自己死后，吕雉会过度专权，动摇刘氏江山的根基。公元前195年6月1日，刘邦在长乐宫病逝。这位开国皇帝的离世，瞬间在朝堂中央形成了权力真空，新君未立，人心浮动，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观察局势，一场潜在的动荡正在酝酿。为稳住局面，巩固自身与刘盈的地位，吕雉做出了一个极端且冒险的决定。在刘邦去世后的4天里，他下令密不发丧，同时紧急召见沈亦基，两人暗中商议，计划以防止功臣叛乱为名，将所有跟随刘邦征战天下的开国将领全部诛杀，并灭其宗族，彻底清除这些可能威胁吕氏权力的潜在势力。这一血腥计划很快通过眼线泄露，被将军郦商得知。郦商深知此举的灾难性后果，一旦功臣集团被大规模清算，必然引发天下动荡。他立即紧急去见沈亦基，语气急促地警告道：我听说皇帝已经驾崩4天却不发丧，还想诛杀各位将领，若真这么做，天下就危险了。如今陈平、灌婴率领10万士兵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率领20万士兵平定燕代，他们要是得知皇帝驾崩，将领们全被诛杀，定会联合兵力挥师关中。到时候大臣叛于内，诸侯反于外，大汉灭亡就在眼前。沈亦基不敢怠慢，立即将郦商的警告如实转述给吕雉。吕雉冷静下来后，也意识到这个计划的巨大风险，一旦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功臣集团会起兵反抗，各地诸侯也可能趁机作乱，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根基，甚至整个大汉政权都将化为泡影。最终，他压下了心中的狠戾，放弃了极端计划，于6月4日为刘邦正式发丧，同时宣布大赦天下，以宽和的姿态安抚朝臣与诸侯，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颠覆政权的大规模政治屠杀。郦商的劝谏不仅阻止了一场血流成河的灾难，更意外促成了功臣集团与吕氏的暂时妥协。吕雉通过放弃尽诛诸将的计划，向功臣集团释放了无意彻底清算的信号，缓解了双方的对立情绪，而功臣集团也默认了吕雉作为皇太后的执政地位，
接受了吕氏掌政、功臣辅政的临时权力平衡。这种妥协为汉初政权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关键保障，郦商也因此成为后来吕雉与功臣集团沟通的重要桥梁。其家族在吕后执政时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6月26日，太子刘盈在群臣的拥戴下正式登基，是为汉惠帝。而吕雉则以皇太后的身份，正式开启了她临朝执政的生涯。西汉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主导的政治时代就此拉开帷幕。回溯吕雉成为太后前的人生，她已展现出非凡的个人气度与政治天赋。她身上凝结着乱世女性罕见的两种力量，一是生命的坚韧，一是权力的觉醒。她不是天赋异禀的政治家，却在动荡的时代中，以惊人的适应力与理性，完成了从亭长之妻到帝王之后的艰难转型。她的崛起，既是个人命运的逆袭，更是时代结构中女性主体在夹缝中崛起的象征。而这段转型历程中沉淀的理性与果决，也悄然为她日后掌权时的铁血风格埋下了伏笔。吕雉早年的经历是命运与理智不断搏斗的过程。她嫁给刘邦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荣耀的幻梦。面对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中年亭长，一个家庭责任感薄弱且志向未明的男人。他并未因现实失意而沉沦，反而在最卑微的处境中展现出最稳固的力量，劳作持家，抚养子女，宽容庶出。这种以顺遇命的姿态，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贤良，更是他在不确定世界中求存的智慧，在无权时积蓄力量，在困境中磨砺意志，为日后的权力之路筑下隐秘根基，也让他早早懂得了隐忍是为了更长远的掌控，而非单纯的退让。从狱中被救后，借祥云释诏之说塑造刘邦的天命形象，吕雉身上显露出极罕见的政治直觉。他懂得利用信仰与象征，将个人命运与天命捆绑，把被动的逃亡转化为主动的叙事。这不是单纯的技巧，而是对时代语言的敏锐把握。乱世中的人们更愿追随神授者，而非叛逆者。他用神话包装现实，用智慧稳固人心。这是他第一次以政治人格参与历史塑造，也让他初步体会到用规则撬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对工具理性的早期运用，后来逐渐演变为他掌权时平衡各方势力的核心逻辑。被囚于楚营的岁月，是吕雉人生中最残酷的磨练，更是他认知蜕变的关键转折点。亲眼目睹刘太公险些被烹，亲耳听闻刘邦分我一杯羹的回应，他彻底打破对亲情保障的幻想，切身体会到女性在权力洪流中能被牺牲得多么轻易。她的存在不仅是刘邦的妻子，更是敌国可利用的筹码。她能活下来，不是因为怯懦或屈服，而是因为懂得忍的价值。忍让是延迟的反击，是在极度压制中保持清醒的政治姿态。等到重返刘邦身边，她已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牵着走的妇人，而是有意识地思考权力、计算生存的政治人。对温情不可靠的认知，也让他后来在处理权力威胁时，更以优先选择理性而非情感。重逢之后，他面对的并非温情，而是冷落与威胁。戚姬的宠幸，刘如意的聪慧，刘邦的疏离，让他深刻意识到家庭的温度与政治的现实从来不可两全。他的隐忍不再是为了婚姻，而是为了刘盈，为了吕氏家族的未来。他清晰地看到后宫爱恨如何牵动楚魏之争，看清外戚与功臣、宗室与帝权之间的权力流向。正是在这种深刻认知下，他的政治人格真正完成转变。为了守护核心利益，他可以放下个人情绪，
甚至动用非常规手段，请来商山4号稳固刘盈储位，看似是母爱的胜利，实则是他精准调动式阶层力量，以宗法秩序制衡皇权的理性决策。这种为目标不计手段的思维，后来成为他掌权时处理危机的典型方式。当刘邦登基，他被册立为皇后，很多人以为他的命运至此终结，妇人的所享尽荣华。然而，吕雉的真正意义恰恰始于此刻。他没有沉溺于荣宠，也没有被权势迷惑，而是以冷静的洞察评估自己与刘邦、与吕氏家族、与朝廷的关系。他促成吕泽、吕氏之封侯，不只是出于私情，更是出于政治理性的考量。在男性主导的政治体系中，唯有构建稳固的家族势力，才能在帝国更迭中自保，才能为刘盈未来继位铺好后路。这种将家族利益与政权稳定深度绑定的布局，后来成为他临朝称制时依托外戚掌控权力的重要基础。他拒绝鲁元公主和亲，是母性的本能，更是政治的宣示。以哭谏迫使刘邦让步，不仅是母亲对女儿的守护，更是他第一次以自身意志对皇权发出约束。他懂得用情感打动人，用理性控制局势，这种兼具柔与刚的手段，是他未来得以执政的精神原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中，他的母爱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守护鲁元公主，既是保护女儿，也是维护吕氏与刘氏的姻亲联盟，避免家族利益因和亲受损。这种情感为理性服务的倾向，在他后来掌权时愈发明显，甚至逐渐盖过了个人温情。成为皇后的吕雉，其政治适配性进一步凸显。她以刘邦想做而不能做的补位者身份，深度参与汉初皇权建构。诛杀韩信和彭越看似是个人权力欲的爆发，实则是对刘邦困境的精准破解。刘邦忌惮异姓王却碍于共天下的舆论，担心落下兔死狗烹的骂名，吕雉便以皇后身份充当刀斧手，用极端手段清除皇权威胁。诱杀韩信时，他精准利用萧何与韩信的知遇之恩设局；处置彭越时，先假意应允为其求情，实则将其骗回洛阳，促成诛杀，甚至以剁成肉酱示众的极致暴力震慑诸侯。这些手段虽显狠厉，却暗含对汉初时局的清醒判断。在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薄弱的背景下，唯有极致威慑才能快速遏制诸侯异动，为政权稳定争取时间。这种前台刘邦人后，后台吕雉铁腕的配合，本质上是秦汉之际贵族政治向皇权专制转型的必然需求，而他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不避血腥、只重结果的风格，也预示了他日后掌权时为巩固权力不惜打破常规的行事逻辑。当然，我们无法回避他的时代局限，对异姓王的清算带有斩草除根的残忍，对赵姬的冷漠，对戚姬的压制，暗含女性在男权规则下互害的悲剧。这些既是权力斗争的必然，也暴露了他在男性主导游戏中以恶制恶的无奈，但更应看到，在这些事件中，他的人性温情已逐渐让位于权力理性。拒绝救助赵姬，不仅是出于嫉妒，更是为了避免后宫出现新的隆重威胁。压制戚姬，不仅是报复争宠之仇，更是为了彻底消除楚魏之争的隐患。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在不自觉地向权力优先倾斜，而这种倾斜，在他成为太后、独掌大权后愈发明显。总之，吕雉在成为太后之前，就已完成了一个女性从命运的受体到历史的主动塑造者的蜕变。她不以美貌取胜，也不靠奇谋夺权，而是以长期的坚韧、冷静与洞察，一步步掌握主动权。
他的权力意识并非出于野心，而是源于深刻的生存理性。他的冷静与果决也不是天生残酷，而是乱世逼出的必然逻辑。但在这段蜕变历程中，一种潜在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为了应对时代的残酷与权力的凶险，他的理智逐渐压过了人性的温情，对生存与权力的渴望慢慢吞噬了早年的隐忍与柔软。从乡野农妇到开国皇后，她走过的不仅是身份的进阶，更是一条女性在乱世中读懂规则、适配规则，最终影响规则的道路。正是这段前半生的积累，对权力本质的认知，对理性手段的熟练运用，对温情不可靠的深刻体悟，让她在成为太后后能以更成熟、更铁血的姿态临朝称制，在西汉初年的权力棋局中牢牢掌控主动权，成为深刻塑造时代走向的关键人物。而那些在早年被压抑、被牺牲的温情，也在此后他的执政生涯中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他的决策，成为他历史形象中铁血与争议并存的深层原因。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